公子，诗书礼乐教化百姓。今日辩论明明是我们儒家获胜，你为何不投我们的注啊？鄙人并非不赞成儒家的克己复礼，只是诸侯相争，天下大乱，克己复礼难以实行。可就算你不赞成我们的学说，也别投法家呀！这法家治国简直是一派胡言。照他说的做，那君王们都独事、独听、独断，那岂不是一言正而天下定，一言以而天下泯吗？想要富国强兵，就要依法治国，讲究诚信，法布于众，使万民知所必就，能够以法自戒，也能够监督官吏公开断案，防止罪犯法外求情。法家以为民之性饥而求食，劳而求逸，苦而所乐，辱则求荣，此民之情也。若能利用百姓趋利避害之心态，惩恶扬善，也没有什么不好。诧异，法家哪里是惩恶扬善？他们是让百姓不堪重负，苦不堪言。他们不是说民弱国强，国强民弱吗？他们要的是强义国君而弱天下之百姓。先生，这是断章取义。法家提倡不别亲疏，不疏贵贱，一断于法。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，法不阿贵，绳不绕曲。王公大臣犯法，与庶民同罪。月儿，公子所言甚是。月儿，哎，公子借一步说话。来，公子走。领教了。张子，你快放开我！你这是做什么？皇公子死而复生，恍如隔世啊！我在里面见到月儿了。见到谁？我见到月儿了。芈月已经被秦王封为八子，他怎么可能出现在这种鱼龙混杂的地方呢？不可能，我看得清清楚楚，他就是月儿。哎，你听我说，久别重逢，你要是不嫌弃，陪我饮2杯。张子，怎么来日方长？公子歇！我有要事跟你谈，事关你和芈月的生死。走。哎，来，这儿。小二，点酒。哎，来了。来酒，来一次呗。公子，我如今该叫你公子倩呢，还是叫你公子歇？公子倩吧。公子倩，公子倩，不好听啊，总是欠着别人的，做人多辛苦啊。那就随长子怎么叫吧。好，公子歇。哈哈哈，公子歇，大难未死，非常人之幸也。为什么把名字改了？长子心知肚明，就不要跟我兜圈子了。你也不要再跟我兜圈子了。老朋友到咸阳，绝非1日2日了吧？如今的秦宫之中，已经没有当初受人欺凌的楚国公主了，只有深受秦王宠爱的芈八子。时过境迁，物是人非，你黄歇还想做什么？我不相信月儿是个贪恋富贵之人。芈月变成芈八子，定有她的不得已。你说的对，他曾经想离开秦国到齐国去，据说是你们的约定，后来留下来，也是为了要给你报仇。无论做什么，他都豁出性命，飞蛾扑灯，只为了坠崖而亡的黄歇。如今，秦王做主，劫持王后车队的主使，死的死，跑的跑，罚的罚，尘埃落定。你突然死而复生回来，你让他如何面对，让众人情何以堪呢？张子，这是我和月儿之间的事情，与他人无关。与他人无关，你为何要更名改姓，藏匿在雍大人府里面？你也算一代才子，竟说出如此荤话。你也知道，秦楚联姻之后，大秦的前朝后宫里风波不断。芈月几次死里逃生，好不容易熬过来，如今有王后做靠山，加上秦王的爱惜，受封八子。你要他怎样？我不要他怎样，我只要见他。见了又如何？见了就知道究竟。知道究竟又如何？知道究竟了，
就会有机会。那样会害了你，也害了他，就为一探究竟。张子，难道你有保全我和月儿的其他法子？当然有。你离开咸阳，回楚国，我给你备下盘缠，或者你想去哪儿都行。我黄歇不远千里来到咸阳，我是不会弃月儿不管的，我一定要见到她。见，一定要见啊！身为男儿，为情至上，哪管他洪水滔天就害到别人，哪怕牵累到芈月公主都在所不惜，一定要见到她。我佩服。张子，多谢你的心意，在下告辞了。有心事？记得当初，我曾发誓，只要找到杀害子歇的凶手，给子歇报了仇，我便离开秦国。眼下也算报了仇了。此一时彼一时，如今大王这么看重你，你又何苦还说这些没由头的烦恼自己？或许是我当初说的那些话，子歇在天之灵都听到了。怎么会呢？姑姑，若是我说的那些话，子歇都听到了，又见我改了初衷，他会怪我吗？今日你从外面回来，就一直神不守舍的，究竟怎么了？今日在四方馆，我听到有人叫我月儿，那声音好像是子歇。你定是听岔了，皇公子已经过世好几年了。是呀，可那声音我听得真真切切的。那是因为你心里一直没有放下他，思则气结，久思伤脾，情志不舒，扰乱神明。其实只有你过得好，皇公子在那边才能放心啊。既然你惦记他，等开春了，我陪你去他的墓地看看他吧。今日我投的是道德家，我打赌赢的笃定是道德家。我看啊，儒家要赢，虽然我投了墨家。初一赢的是法家，依我看，今日还是法家。为什么呀？为啥？秦国眼下推崇的是商君之法，识时务者为俊杰呀。大家都不要猜了，今日各辩家口才出众，言辞犀利，各家著述相当。依我看，这输赢就只能凭运气了。未必，我看未必。月儿，在下莽撞，认错人了，抱歉。魏良人，芈八子，魏良人近来可好？多谢八子惦记。上次向八子讨要了红枣汤的做法，回去吃了一阵子以后，果然立见奇效，夜夜睡得安稳。睡得安稳比什么都强。马上又是年末了，我想绣几个荷包当做打赏的物件儿。宫里针线除了樊长史，就是芈月的好。樊长史整日病病殃殃的，也不便打扰，不知芈月是否有空闲，我好上门讨教。魏良人客气了，若是需要，随时到会院来找我便是。多谢八子。魏夫人在前面等着你，你若不想见她，可以叫侍女回了她。该见的总是要见的，我还是去见见她。芈月先告辞了。
魏夫人，芈月，这么冷的天，魏夫人一直站在这里，何苦要自己与自己过不去？天寒地冻，并不打紧。八子若是不嫌弃，可否借一步说话？你们先回会院，去把魏良人要的绣花样子给找出来。是。魏夫人，不要搞错了位分，怎么给我一个八子行此大礼？魏延苟延残喘，望八子能给我一条活路。宫中之事，全在大王一念之间，岂是我一个小小的八子能够左右的？八子虽是宫中新人，却有挪移乾坤的本领。我魏延虽得罪过人，但能恨死我的，你该是第一人。我当然恨你。倘若你是我，必定一样。告辞。如果我说一群人伏击往后车队的事与我无干，你可相信？我信。你信？我曾经以为是你，我恨你入骨，我甚至为了报仇才贸然进宫。你下毒、挑拨、诬陷，设计害我骨肉兄弟，你所作所为毒辣阴损，却没有拖出一个后宫妇人的心计手段。收买义渠，动用大军，置整个宋驾车队于死地，破坏秦楚联姻，挑起征战。你没有这个能力和气魄，你要的是后宫的地位，儿子的太子之位。若秦国陷于内乱，四分五裂，对你来讲也是一损俱损。你只看得到眼前，却不擅长舍近求远，所以收买义渠人，该是他人的谋略，而你只是魏国棋盘上一颗小小棋子。每一个出嫁女，不都是母国的一颗棋子吗？那要看自己是否愿意了。无论怎么说，魏国的这盘棋是输了。魏长史他们用自己的性命替你还了债，大王看在公子华的份上，保全了你该有的，其余的你不该奢望。反过头想想，眼下的这一切，何曾不是因为你自己贪欲过多而受到的报应呢？这么说，你仍然不肯放过我从未有意为难过你，从何谈起放不放过？对不起，魏夫人，就此别过。岁数大了，真是受不了这倒春寒呐！一日下来，这浑身的骨节都是疼的。哎，使点劲儿。哦，这宫里的琐碎杂物，师傅您用不着事必躬亲的，让孩儿们去做就好了。你们能让我放心吗？不是手笨眼拙，就是脑筋糊涂。万一有个闪失出了差错，大王怪罪下来，看谁去顶罪。大监，冰香殿的彩屏来了。这么晚了，他来干什么呀？魏夫人眼下是墙倒众人推，师傅您犯不上跟他纠缠，让他走吧。是。等等，宫里的风雨，你们才见过多少？让他进来。是。你们都出去。是。大监，什么事啊？这是魏夫人孝敬大监的。
无功不受禄，这是干什么呀？魏夫人说，受大监关照多年，这颗明珠只是略表心意。回去告诉你们夫人，夫人和我都是大王的人，侍奉大王，让大王高兴，这是我们的本分。既然我们都是大王的人，这互相照应也是应该的。东西是好东西，不收吧，又怕你们夫人多心，那我就收下了。夫人还希望大监有机会在大王面前替公子华和魏夫人多美言几句。人在做，天在看。夫人好自为之，用不着我美言，大王心中肯定有数。魏王用尽手段，令公孙衍弃秦就魏，大王心中一直闷闷不乐。最近听说公孙衍正在四处游说诸国，想联手伐秦，真是恩将仇报，让大王恨不得立即出兵讨伐。夫人，母亲说什么了？那大监收了明珠之后，说天色已晚，要休息了。他收了东西，不该如此。你爸从进门到出门，他说的每个字都说来给我听听。他说，夫人和他都是大王的人，伺候好大王，让大王高兴是本分，彼此关照应当的。他还说什么了？他还说，人在做，天在看。人在做，天在看。不对，一定还有。他还说，他还说大王因公孙衍挂印出走，恨不得马上征讨魏国。奴婢只记得这些了。夫人，大监是说，大王有意攻打魏国。那话大约就是这样。你下去吧。是。母亲，你这个眼神。夫人，樊朝使来了。见过魏夫人。樊长使许久不见，别来无恙啊。姐姐该知道我一直在病着。是啊，是我们牵连了你。谁让你也是魏国的应女呢？夫人，我尽管病着，可是心里也还是惦记着姐姐的。那真是难为你了。姐姐这是在做什么呢？又是笔又是墨的。我在给大王上奏折。上奏折？可是大王连你的写书都不看，他怎么会？这封奏折，大王会看的。魏王十恶不赦，屡屡与我大秦为敌。臣妾恳请大王即刻出兵，征讨魏国。你看，我愿意公子华阵前为将，当征讨先锋。夫人，你要公子华去征讨魏国？是啊，你这是……夫人，魏国可是夫人和我的母国呀。让自己的孩儿
去征讨自己的母国，想必你是以为我疯了。但这是大王愿意看到的我的诚意。真正的血书，不用割破手指头。你仔细看看，这上面的每一个字都是血，都是血。王后，昨日双星半月，宫里头说此非吉兆。哦，有此事。大王已经让永相令准备东西到祖庙去祈福消灾。你们两个去膳房看看，我一大早就做了枣泥糕，公子闹着要吃，都这时辰了，还没给送来。是。王后在想什么？双星半月，金木争辉。我记得那公子华是金命，可我的当儿是木命。说起来，公子华在诸公子当中最受大王器重。前不久魏夫人主动上奏，恳求大王伐魏，还提议公子华作为先锋。大王虽未即刻首肯，但魏夫人壮士断臂，已让大王动心。秦魏交兵是迟早的事，倘若公子华出师大捷，说不好，魏夫人那一头就可能死灰复燃。这个做母亲的还真是狠心，她就不怕战场上刀剑无眼？得想个办法，让大王忽略此事。对了，大王的寿辰就快到了，奴婢怎么记得大王好像不怎么过寿辰啊？去年也是这个时候，你跟大王提起要给他办寿宴，大王好像回绝了。那是因为梦莹拒婚，大王在气头上，但今年就大不同了。双星半月是凶兆，该有喜事来冲一冲，哪有不办的道理？那是得好好筹划筹划。大王向来节俭，操办起来可不像我们当年储公那样，但排场还是要的。明日你把永相令穆庆招来，他上任半年，人还算伶俐，我会吩咐他把诸事一一打点起来。是。你们看看，怎么样？明日大王寿辰，王后要后宫嫔妃各自准备贺礼。别人都是送金送银的，咱们送的最贴心。虽说是敢做的，要我看也还说得过去了。夫人的针线在宫中也是无人可比，再加上魁姑，谁还能有什么话说？当然有话。那就是好的不能再好了。哦，你们这好热闹啊！大监，拜见八子。大监免礼。啊，给大王祝寿的。是。哦，这几手绣的真是活灵灵的。寿与寿又同音，的确很好。大监跟着大王，什么好东西没见过？能勉强入大监眼的东西，那就算是能过得去了。我夸的不仅仅是你的针线，还有你的心思。宫中不缺巧手的女人，但论慧心巧思，恐怕只有八子是第一份儿。大监谬赞。记得八子刚入宫的时候，从头到脚那叫个素净。如今衣裳艳丽，人也俏丽了，这可真是人靠衣裳，马靠鞍呐。大监竟拿我取笑。八子，老奴这次前来有一事相求。大监请说。近日前朝事情甚多，大王的心情不好，八子该花费点心思。借祝寿的时候，一定要让大王
宽心解忧。那是自然。那老奴就告退了。大王看了我的上书，虽然没有多说什么，但总算是点头了。所以，一旦秦国对魏国开战，必会派你上阵。母亲放心，孩儿定不会给父王和母亲丢脸。母亲此举也是无可奈何，华儿的前程都在这军功上了。说起军功，孩儿想起一事。昨日我遇到了王叔公子思，见得我好一顿抱怨，说他尽管是先王之弟，可他的田宅、车马、衣饰，竟比不上朝中一个大夫。而且这样下去，用不到10年，他的子孙便会住无居所，食无所饱，流落街头。秦国凭军功，论贵贱次第，显荣都是靠脑袋挣来的。我是真的不想让你到战场上去冒这个风险，但秦律规定，无战功不可世袭官位。公子思在嬴氏旧族中举足轻重，你还是要与他交好。处离子是总拨，你找处离子替他说说吧。今日宫内外不太平，许多旧族因为双星半月的天象，故造凶祸之兆，说月与岁星同光，吉有吉亡，法古无过，天谴大秦，王侯将相谋不轨。还有人上书要求恢复旧制。先王尊商君而变法，寡人杀商君而尊商法，废了旧世卿世禄制，根据军功大小授爵，让那些旧族们富而无荣华。他们是想借天象要挟寡人。这些年新法民以殷富，国以富强，但仍有些旧族们心存怨愤，鼓噪之声如夏日蚊蝇，不绝于耳。王兄要对这些视而不见、听而不闻，恐怕很难。为了这新法，已有无数人前赴后继，寡人走的是无法回头之路。大王，该是去交房殿的时辰了，嫔妃们都在那儿等着要给您祝寿呢。此刻寡人哪有这个心情？大王，大家既然想热闹热闹，大王就去凑凑去吧。把这个放在案几上，今日可是大王的寿辰，你们都好好布置，不许偷懒，听见没有？是。准备的怎么样了？王后准备差不多了。王后，众夫人都来了，那魏夫人也来了，还带来了寿礼。我没派人去请她呀。王后，今日是大王的寿辰，那魏夫人又未获罪，得饶人处且饶人。拜见王后，拜见王后，拜见。都免礼吧。今日是大王的喜庆之日，姐妹们正好聚一聚，用不着拘着。王后，木星刚刚来传话，说大王已经下朝，应该马上就能到了。快布置好，大王要来了。是。这边。看着屋子布置的，王后可没少花心思。永相令新上任，为了讨王后欢心，弄得这后宫人仰马翻的。可我听说，先王后在世的时候，大王不大过生辰的。新王后有新王后的规矩呗。大王到！臣妾见过大王。拜见大王。都起来吧。大王，快入席吧。听说王后为了寡人的生辰，已经忙了好些时日，还不是图个松柏长青、日月长明的吉利。
王后辛苦了。算不上辛苦，只求大王欢喜。姐妹们也都准备了贺寿的礼物，臣妾特地叫人训练了一班歌舞女妓，为大王助兴。王后和爱妃们的心意，寡人领了。可不赶巧，今日寡人要去见个故人。这酒宴和歌舞，还是由你们带寡人去享用吧。大王，王后不必懊恼，寡人的生辰年年都有，错过了今年，还有来年。故人？哪一位故人？一定是大王看中的故人。大王的心思可不是我们这些做臣妾的能猜测得到的。说来也不奇怪，这些年大王并不重视自己的生辰。大监，王后，米八字，大王让你跟他一块儿去见故人。米八字，请。王后恕罪，芈月不得不先过去了。大监，王后，能否告诉我，大王不过生辰的缘由？这老奴就不好多嘴了。那这寿宴怎么办？哦，大王说了，请王后和夫人们自便。大王，大王，跟寡人出宫一趟。是。你怎么不说话？大王想要芈月说什么？你总该问问，今日到底随寡人要去何处？大王若想告诉我，自然会告诉我。难道你一点没有小女子那种好奇心？芈月不知道大王喜欢小女子，那下次芈月随大王出行，一定喋喋不休。寡人就是喜欢你这个脾气，千万别变。跟着去吧，慢一点啊。
自君之后，世上再无一人可与你比肩。寡人一直以为，公孙衍能做寡人的另一个你，但没想到他逃离开秦国，与寡人去渐行渐远。当初你离开秦国的时候，可也怀着满腔恨意吗？你是寡人终身的仇人，也是寡人终身的恩人。你刻薄少恩，行事极端，功高震主。当年寡人还是太子的时候，不慎犯错，竟连累太傅受了异刑。寡人继位，若不重罚你，这大秦的天下岂不成为你的天下？寡人借你的脑袋立威，制住老氏族内乱，缓解诸国相逼的压力，让寡人有了周转腾挪的天地，你也算死而无憾，该含笑九泉。现在知道这里面埋的人是谁了吗？商鞅，商君。商君之墓为何会在这样一个荒芜之地？寡人继位后，将商鞅以谋逆之罪五马分尸，曝尸于世。后来商鞅的门人悄悄收起残尸，准备带到魏国去。经过关卡的时候被查获，弃尸而逃。当地守将草草将其尸身埋葬于此处。大王这些年有时素服出宫，原来是来祭奠商君。商君与寡人可谓祸福相连。世人有谁知道，商君去世之日，也正是寡人的生辰。难怪这些年，大王很少过生辰。芈月，既然你已知道此事的全部底细，事关重大，切不可向任何人提起。你明白吗？臣妾明白。大王生辰去见故人，要说陪伴，也应该是王后，哪轮得到他芈月？王后平日性情好，总是对他包容忍让。怎么样？还是欺负到王后头上来了？你们这些蠢人闭嘴！大王出行要谁陪伴？岂是他一个芈月能左右的？我伤心的是，大王出行明示于他，却隐瞒于我们。芈月那狐妹子手段，我们又不是没见过。你们只知道以色示人，芈月偏偏用的不是你们想的那种手段。自古后宫，谁不是以色示人？以色示人，色衰爱弛。况且大王并非爱色之人，我对大王真心，大王未必珍惜。大王想要的是懂得他心思的人。莫非芈月有读心术？你们先下去吧，我发了。
王后一日没吃东西了，这菜都凉了。奴婢去给王后准备晚膳吧。我不饿，我只想一个人坐一会儿。月儿，今日之事，只怕是真的得罪了王后。我也为此担心。好在王后自小仁厚，心术不坏，你们姐妹只要能把话说开了就好了。可有些事情，我又是实在不能与她明说。那就有空多去交房店走动走动，别让那些离间生事的小人见空插蝎子。姑姑说的对，我这就去看看姐姐。姐姐，姐姐，你不是在生我气吧？没有。可姐姐分明是在生气。那你就告诉我，你今日与大王去了哪里？见了哪位故人？这就是我特意要来见姐姐的原因。我今日与大王去了哪儿，见了何人，却是一字也不能向外人吐露。外人？你我是姐妹，我从没有一件事情隐瞒过你。姐姐，此事真的无奈，还请姐姐海涵。既然如此，你来我这儿，还不如不来。姐姐，真的抱歉，我不想得罪了姐姐，更不想与姐姐生分了，还望姐姐谅解。回去吧。对不住。等，我刚刚想起来了，你采买的单子里面要加上川贝母、益母草和连翘，店里头断货几日了，宫里的女医治几日要用的。那个女医治啊，最难打发了。上次店里给她准备了川贝母，她说那是北贝，药性差，材料不好，还说啊她在楚国的时候只用松贝和青贝，要不是这两种，她不要。那你就给他找松贝嘛，反正是宫里要的东西，又不会差我们的钱。去吧。好吧。母监，
水。哦，是大王。天太热了，该让永相令给各宫发送兵了。今年的天儿热得特别早，往常都是夏至才开始送兵，可眼下离夏至还有小半个月呢。等夏至到了，寡人要出宫去祭地。上回生辰寿宴，寡人撒了王后他们的信。这次夏至，赏些好衣料、首饰给后宫，让王后操持着办，也让他们高兴高兴。是。王伯。哟，女婿来了。王伯，上次我要的那几味药准备好了吗？有了，都给您备好了，请稍等。好。白菜，新鲜的大白菜。益母草和连翘是最好的，这次的川贝母是松贝。好。谢谢啊。看一看。多谢。谢谢。慢走。姑姑，你，姑姑别来无恙。黄公子，不错，你没死啊？九死一生。大家都以为你死了。芈月进了宫，被大王封了八子。我知道。那此时你在这咸阳城里做什么？孤魂野鬼，隐姓埋名。想必你一定是受了很多苦。你和芈月真是命途多舛呐。姑姑，你若真的是怜惜我们，就帮我送封书信给月儿吧。我想让她知道，黄歇并没有死。好吧。也真是的，这么热的天，看着这些毛皮就烦心。后宫这些琐事也是大事，首饰衣料都要公平赏给各宫妃子，多了少了，好了坏了，都可能辜负了大王的美意。我叫你们来，也是让你们给我出出主意，看看如何赏赐才好。是大王和王后的赏赐，凭谁还敢争不成？哼，哪有那么简单啊！每一样东西分到嫔妃们手中，都是带着斤两的。后宫女人闲极无聊，颠来颠去，就是在比较这分量。稍有差池，是非无穷。那王后说该怎样？先点点数目吧。素纱5匹。这素纱是由纤细如游丝的蚕丝织成，质地清透，如云如雾。可惜只有5匹，绫纹仅12匹。别看这绫纹不起眼，制作起来却很花功夫的。举纹锦24匹，皱纱16匹。王后，芈八子来了，让他进来。是。哎呀，最近几日，芈八子往王后这儿跑的可真勤呢。拜见王后。免礼。姐姐，这是在忙什么呢？夏至到了，大王赏了些东西给后宫众人。芈月妹妹素来聪明，你来的正好，刚好替王后分忧。大王还赏了些毛皮，我让人拿了些样子来，有狐皮、貂皮、狼皮、猞猁皮，数量不少。你们看是按人头分，还是按位分分好？就按人头分吧，省心省力。按位分好，免得乱了尊卑。
依我看，数量多的就按人头分，数量少的就按位分排。那就照芈月的法子吧。哟，妹妹怎么了？这皮子味好重。芈月妹妹这身子可真金贵呀，王后在这忙活这么久都没嫌味儿重，你这刚一来就受不住了。八子，你这是哪儿不舒服了？月妹妹，快坐下歇息。这几天热得厉害，别是中暑了，喝口水吧。不知怎么的，我就突然觉得恶心。珍珠，去太医院叫太医。是，天气这么热，是人都会觉得不舒服。太医，八子有事儿吗？当然有事。禀告王后，芈八子有喜了。你说芈月有了身孕？是的，王后。恭喜芈八子。恭喜八子。八子，香儿，多加点冰块，八子怕热，然后再去膳房让他们熬点小米粥，那东西养胃。是。慧儿，再去拿个厚的软和的褥子过来。是。大热天的，弄那么一个厚褥子干嘛？傻丫头，你是不怕，你肚子里的孩子怕。八子，大王来了。别动，别动，坐着别动。有什么地方不舒服吗？怎么了？你们怎么突然都把我看成面人了？一捏就碎啊！从此你在寡人眼中胜过金枝玉叶，捧着怕摔了，攥着怕化了。木见到宣师殿禀报这个消息，寡人真是欢喜。这孩子来的意外？为何意外？寡人等他已经等了许久了。丫头，你的心比谁都野。寡人一直担心这宫中装不下，如今你有了孩子，你就会收心了，对吗？过去我的命是我自己的，如今有了这孩子，我的命就是这孩子的了。说什么傻话！你和孩子的命都是寡人的，给寡人生个男孩，寡人要带着他驰骋四方，征战沙场。臣妾却只愿少司命保佑他一生平安，无争无忧。你们楚人的少司命真的那么灵光吗？臣妾出生时，若非少司命庇佑，早就命丧黄泉了。好。大王，拜见大王。免礼。你八子有了身孕，寡人打算把八子的保胎安胎之事交给你们两人。李密，你主管诊脉下药，医治亲自调理芈月的饮食。你们要细心打理，切不可有任何差池。是。是。慧儿，你看，哪来的黄雀啊？永香令让我拿来的，说是大王赏的。八子现在有身孕了，不能外出，怕它闷得慌，让两只小鸟陪陪它。把鸟拿来。我从小喜欢打鸟，但从来没有把鸟关进笼子里。把它们挂在屋檐下吧，让它们日日给你和孩子唱歌。关在笼子里，本就是他们不情愿的，鸣叫又怎能动听？
姑姑，你都做了大半日的针线了，也该歇歇眼睛了。姑姑这一辈子都是给小孩子做衣服，在举基身边的时候，先是你，后是蓉儿，再后来举基去了，就是小冉。眼看你们这些孩子都长大了，我又开始给你们的孩子做衣裳了。姑姑，我们都是你的孩子。姑姑能给你的孩子做衣裳，心里高兴。月儿也要有自己的骨肉了。要是你娘亲跟举基能看到，该有多好啊！娘亲和举基定想不到，我会有一日嫁到这秦宫来。以你小时候的野性子看，无论是嫁到哪个后宫，都是管束不住你的。可如今，我就跟那黄鸟一样，关进笼子，想飞也飞不出去了。这世间就再也没有以往的芈月了。智姑姑，八子该喝安胎药了。智姑姑，大王让你到慧院来照顾我，辛苦你了。只要你好，你腹中的胎儿好，我再辛苦都不算什么。女医治是看着你出生的人，如今又要看着你的孩子出生了，也是缘分。智姑姑，听你说起过你的独子金儿这2年到咸阳来做生意了，如今也该娶亲了吧？金儿去年娶的亲，眼下媳妇有了身孕，我也是要做祖母的人了。智姑姑好福气。我这里好久没人来了，今日你来看我，真是稀客。我知道你一贯喜好清静，来多了也是不胜叨扰。其实宫中也就你我2人比较清闲，大王又难得到咱们的住处来，你我的公子又都长大了，大王又另赐了住处，你我偶尔聚一聚，两闲并一闲，那也是自得其乐。闲有闲的好处，如今宫中最热闹的就是慧院。芈月有了身孕，受大王整日眷顾，别人自然趋之若鹜。可你事事都好了，就会有人眼热，那不好的说不定就来了。妹妹说的有道理。夫人，大王来了。谁？大王。拜见大王。好久都没有来了，闲着无事，来看看你。你也在这儿，可见寡人今日是来对了。多谢大王。宫中都说长宁殿清雅宁静，可惜太大，太过冷清。大王说的极是，偌大的宫殿只住着我们主仆几个人，自从焕儿搬出去，臣妾也觉得冷清了不少。既然嫌冷清，寡人就安排个人跟你一起住，如何？多谢大王体贴，臣妾正缺个妹妹作伴呢。你看芈月如何？刚才臣妾还和妹妹念叨起芈月，那真是臣妾之幸。芈月住的慧院过于荒僻简陋，也安排不开过多的奴婢。如今芈月怀有身孕，寡人想让她换个地方。大王请放心，臣妾好歹也养过孩子，大王尽管把芈月交给臣妾便是。好，那就这么定了。恭送大王。
真是怕什么就来什么。大王既然已经开口了，你推也推不掉，倒不如欣然接受。谢谢先生。公子歇，公子，公子歇。张子，你这是要害死我吗？你跑什么呀？我是在帮你呀。你就别瞒我了。前几个月每日都在四方馆外面溜达，如今又跑到这儿来，怎么是要喝酒还是要买药啊？张子，你也是一国相邦，为何要偷窥我的行踪呢？偷窥？我告诉你，有2种人会偷窥，一种是真惦记你的，一种是真想算计你的。你说我张仪会是哪种人？我一直想帮你，你就是不听我的劝。离开咸阳吧，我还可以给你备个盘缠。到了外面之后，以你的才华辅助一国君王，前程定不在我之下。像你眼下这样一意孤行、执迷不悟啊，你一定会累及他人，伤害无辜。张子，两位来看一下，你的话也有道理，多谢你的奉劝。